孟良伟，咱们结婚前可就达成共识了啊！独生子女过年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知道，这不都听你的吗？不是答应你了吗？结婚4年了，前3年每次到年关你家就有事儿，我都忍。今年正好赶上我妈60岁大寿，我再三跟你强调过，今年我必须回去过年。老婆，看你说的，我这回不是主动请缨了吗？我自告奋勇替你买票，就是为了给你赎罪啊！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行，算你知错能改。行了，今天要出发了，赶紧把车票信息转发给我。老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买的是候补票。今年铁路系统有问题，后部的都没补上，看这样子，你今年应该是回不去了哈。要不今年你和我回家过年吧？哪有那么多困难？根本就是他不想让我回家。喂，老同学，帮我个忙，我现在要提辆新车，现货，越快越好。200公里的路而已，孟良伟，你以为这就能为难住我？谢谢你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慢走。想当初啊，我爸说话可太有先见之明了，可纵使这样，还是……如果我女儿早上8点在婆家受了气，8点半我的巴掌没扇到女婿脸上，那才叫远嫁。200公里不算远，但有一条，2家都是独生子女，过年必须各回各家。亲家公放心，我们绝对赞同，各回各家，应该的。看来这家人明事理，依依，你算是嫁对了。到底是相信爱情万岁的年纪，我还是选择了嫁过去。可结果呢？茵茵啊，你是我们孟家长媳，头一年过年哪能缺席呀？今年我过整生日，这是你过门后第一件大事，绝对不能走。茵茵啊，今年过年回来吗？妈，我肯定回来的，你放心吧。好，那就好。你爸和你舅舅买了好多烟花，等你回来放呢。好的，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孟良伟，今年我千叮咛万嘱咐啊，以前那种点话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都绝对不能耽误我回家过年。知道了。本来就是，你们这不让放烟花，可把我憋屈死了。哎，你现在赶紧把车票信息发给我，我好合理安排出发时间。困死了，明早再发给你。你放心吧，票买在下午，肯定误不了事儿。凶什么凶啊！我明天回家我高兴，懒得和你计较。过年我不在家，你可记得要想我呀！快快快，赶紧把车票发给我。当时预留号码就该填我的，信息直接发到我手机上多好，非要让你在中间传话，怪麻烦的。糟了，老婆，我忘记告诉你，我买的是候补票了。今年铁路系统有问题，2小时前刚通知候补失败，大家都没补上。你今年应该是回不去了哈。他不明白这件事对我多重要吗？为什么他脸上居然还洋溢着笑容，好像这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宝贝啊，你老爸今天亲自下厨，做了你最爱吃的海鲜和红烧肉，
你就待会儿去高铁站接你，别忘了把时间发在群里啊。回不去就不回呗，在我家还不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你，你发什么火啊？你跟周英怎么还不过来？就这么5分钟的路还不过来，早点接待客人。你叔他们都快到了。你妈为什么说我也要去？孟良伟，你根本没买我的票，对吗？你是故意的吗？什么故意不故意的？我确实是忘了呗。再说今年我叔他们从国外回来过年，这还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呢，咱们正好把见面礼拿了呗。你想想啊，我叔婶条件可好，不可能亏待你的。你还 P 了一张付款图来骗我，你根本就是蓄意的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回家过年。我周英嫁给你了，不是卖给你了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今年你肯定是回不去了。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家吧。我从来没想过，枕边人居然是这样的。他罔顾我的意愿骗我，根本不把我当回事。你就别挣扎了，这个时间点你怎么可能还买得上票？确实买不到了，连候补都来不及了。想到当初大言不惭说不就200公里，此刻流下的泪，大概就是当初脑子里晃动的水。老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前几天用你的手机打车，取消次数太多，被平台封号了。我自己的账号也封了，不然看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我怎么也得打个车让你回去，对吧？行了行了，我二叔他们都到了，人家可是从美利坚联国飞回来的，老远了，转了2趟机，咱们这5分钟路程的，也不好叫人家等吧。天天跟你爸妈在一起吃饭还不够吗？过年就不能让我回自己家吗？我也没有要求你跟我一起去。大过年的你别发疯！周英，我给了你28万8的彩礼，你就是我孟良伟的媳妇儿，凭什么还要回娘家过年？我爸妈给了双倍的嫁妆，是你爸妈贪图我们家的嫁妆才硬着头皮给了这么多。现在拿这个说事，是不是有点搞笑？别把你爸妈拿出来压我，我孟良伟不吃你这一套。今天你肯定要去我家吃这顿年夜饭，是打算让我爸妈亲自来邀请你吗？做梦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不会是指望出去打车吧？我家这里车平时就难打，网约车都得预约10分钟，更不要别说出租车了，人家根本不往这里来，更何况今天可是除夕夜。我劝你还是跟我一起回去，不然待会儿你饿了，连外卖都点不到。找人来接我，这200公里说远不断，说近不近，一来一回，倒让别人错失了年夜饭。太好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喂，我想买辆车回家吃年夜饭，现在能提现车吗？其实我跟孟良伟一直想买车，但意见就没统一过。他非要科技感强的电车，我喜欢传统安全的油车。他想要50万以上的撑面子，我倾向30万以内务实的。因为这些分歧，买车的事一直搁浅。我现在甚至怀疑，他根本就是故意不肯买车，好彻底掣肘我，让我哪儿也去不了。孟良伟，这次我不会再依着你了。周女士，现在店里能立刻开走的现车不多，正好有一辆您之前看中特别喜欢的，就要那辆，现在就刷卡。那咱们要赶紧的，车管座还有最后2个小时下班，我们必须再上临牌才能上路。
还好还好，赶上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谢谢啊，咱们可真够幸运的，这是过年前最后一辆上牌车。周女士，新年快乐，祝你一路顺风。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能这么快就持证上路。哎呀，谢谢周女士，今年完美收官，明年直接开门红啊！终于要回家了，每踩一脚油门，我就离家更近一步。孟良伟没有你，我还不是可以自己回家。我妈要给你送饭，我没让。晚上开洗澡，你3点前必须到，到了也帮帮妈的忙，懒死你算了。前方即将抵达目的地浙江金华。你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到金华了？我怎么就到不了金华了？200公里而已。孟良伟，你不会真觉得自己能难倒我吧？你是租车回来的？他懊悔的恐怕不是我租车，而是他怎么忘了还有这个途径。我没有租车，我买了辆车自己开回来的。什么？你买车了？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过完年再讨论吗？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？买了当时我看好的那辆红色的油车。你疯了吗？花20-30万买一辆过时的车，你知道那车油耗多高吗？现在这个时代，只有蠢货才买油车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赶紧给我开回来，把它退了，快点！等过了时间点，人家肯定就不认账了。你这种爱嘚瑟的人，身上根本就不能留钱。以前你买包买衣服我就忍你了，现在20几万的车，你居然敢说买就买！周一，我真的忍你很久了。我告诉你，别看我平时不说话就觉得我好欺负，车子是原则问题。你要是不能把它退掉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那我就是不退呢？无论你今天是不回来过年，还是不把车退掉，只要有一件事没办到，我就跟你没完。但我跟你完了，孟良伟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周一，你在哪儿啊？周一，喂，依依，怎么还不回消息？到哪儿了？妈，我要跟孟良伟离婚，我还有15分钟就到家，回来再跟你细说。离婚？依依，你别哭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就是迫不及待想告诉你我这个决定。妈，我好想你，想我爸还有我舅舅。哎呦，我这心算是彻底错付喽！知道这小家伙要回来，我今早7点就蹲这儿炸丸子，结果人家压根儿不想我啊！你在群里一直没声，打梁卫电话也没人接，这一通电话就开始哭，把你妈吓得脸都白了。行了行了，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个离婚吗？回来再说。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呢，你这1.6米的小个烦这么多神干什么？我马上到家。茵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家啊？别着急，应该快了。怎么还不到啊？到了！妈妈，我好想你。妈，爸，舅舅，舅妈。哎呦，小祖宗，快回屋哭去，车交给舅舅，舅舅帮你停。感觉我回到了家里，还是被当成小孩，心里的委屈也渐渐散去了。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，想到为这种人哭，挺难为情的。茵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跟舅妈说说，孟良伟怎么欺负你了？你第1年没回来过年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完了，这家人摆明了就是要耍赖。要不是看你那时候跟孟良伟感情还凑合，我早跳出来了。
这不就回来了吗？以后年年都在家过，我看谁敢有意见，谁敢说个不字试试？茵茵啊，来，喏，你最爱吃的萝卜丸子，我炸了好久，为了这一口，我这一脸的油烟，美容都算白做了。喏，那一盘是你舅做的，估计是挺难吃的，但待会儿你可得给他点面子，人家现在在单位当领导了，那官谱摆的可大了。亲家母啊，我这刚好有件事儿，想听听你的意见，你给评评理，看看你们家小英这次做的对不对呀？以前在家做姑娘那是没什么大错，可现在到了人家做媳妇儿，这扣分有理的欢迎了，这事儿办的人本个面的可就差点意思了。梁伟最不喜欢油车，大老爷们也开不了红色，你说他这存心不商量，这不是摆明了找架吵吗？孟良伟没告诉你，我女儿为什么要买车吗？说了，说是忘记帮他买车票了。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忘记买了就在咱们这边过年呗。你说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，在哪儿过年不是一样的？非要这么折腾。还是怪我们家当初太好说话了。第一年你们毁约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该松口。要不是我们一再退让，你们家也不会得寸进尺到这种地步。亲家，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？我们家能是那种意思吗？我们也是为了小两口好，想让他们多陪陪长辈。不管你们家是什么意思，现在我们家的意思是，这日子过不下去，那就不过了。趁着现在还没孩子，快刀斩乱麻，对谁都好。瞧这话说的，怎么能说不过就不过呢？好歹也是几年的感情，我这心里啊，肯定是盼着两个孩子能长长久久的。那我跟你的想法恰恰背道而驰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快点了断，让我女儿回到我们身边来。哪有你们这样做父母的，还上赶着盼女儿离婚？亲家，我劝你想清楚，这夫妻肯定是原配的好。你女儿条件再好，离了婚她也只能是个二婚了。到那时候，看谁还敢要她。我的女儿，她当然可以选择二婚，甚至可以选择一辈子不婚。这辈子只要有我们在，这就不是你们家该操心的事儿。大家安安心心过个年，等年一过完，我亲自送茵茵去你们家办离婚。这是结婚4年来我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。还不起来！再也没有人在凌晨6点硬要把你从被窝里拽起来吃什么早饭，再也没有人会莫名其妙冲进房间，对着我的私人物品指指点点，耳边再也不会听到那种你怎么什么都不会，白活了几10年的贬低。当然，也不会再有那些奇怪的规矩，教我如何去做一个所谓的好媳妇。在这里，我只是周茵。我曾经以为爱情的幸福是唾手可得的，现在看，我真的愚蠢至极。有什么能比做他们的孩子更幸福的呢？没有了吧？没有了。哎，给你们时间多准备一个红包啊！我女儿马上恢复单身了，离异也算没结婚，你们可别把我们家茵茵给漏了。快拿红包来，
我女儿等着呢。那我要给茵茵包厚一点，情场失意，赌场就要得意。待会儿打麻将赢钱了，别忘了带姑姑分红啊！待会儿多赢点儿，没问题。茵茵，你这运气也太逆天了，这也太邪门了吧！我闺女真厉害，今天赢的，老爸给你手动翻倍。这是你的小弟弟。周茵来了。哟，瞧瞧咱们茵茵，这容光花家的，回了娘家就是不一样哈。不像我们梁伟，自从跟你吵架，天天茶不思饭不想，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。要不我非要跟他离婚呢，抗压能力也太差了。老周，咱们先去楼下订好的餐厅，自己招待自己。你们先把家事处理好，千万别让茵茵受了委屈，有事喊一声，叔伯们都在。你看你们家过年热热闹闹的，再看看我们家冷清的跟什么似的。他叔叔这次从国外回来，左等右等见不到茵茵，心都凉透了，直接又飞回美国了。这下次再见啊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说不定这辈子都见不着了。应该不会再见了。大年初7等开门，我就去和孟良伟登记离婚。再过1个月冷静期，我就跟你们家彻底没关系了，自然也不用再见那些人了。你说离就离，我同意了吗？这婚我不同意，你觉得你能离得了吗？今天来不是说好好商量事情的吗？怎么一个火气比一个大？梁伟，你在家里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不是说你根本不想跟茵茵离婚吗？快点跟茵茵道歉，这件事情确实是你做的不对，忘记买票了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你直接说就行了，怎么能因为怕对方生气就不说出来呢？谁说沉默寡言的人就不能能言善辩？关键时候，这混淆是非的本事还真是挺能胡扯的。你说吧，那这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啊，他根本不听我解释，上来就发那么大脾气，我腿都被他踢青了，还当众被他甩了个大巴掌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能没点脾气吗？茵茵干得好。老周啊，2个孩子就是太冲动了点，其实哪有什么大矛盾，平时相处这不都挺好的吗？我和他妈住得近，什么事儿都替他们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以后有了孩子更不用他们烦神，我们全包了。老孟，可能是我刚才还没表态清楚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如果茵茵不想跟他过了，这天王老子来劝也没用。我不想过了，这200公里回娘家的路，硬是被你们家过出了比2000公里都费劲的架势，我嫌累。行，茵茵，你听妈说，从明年开始，孟良伟每年都陪你回娘家过年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和他爸一大家子在老家也不无聊，你们就回来专心陪你爸妈。不用，我不想跟他过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将来我不会离开我爸妈超过5公里的地方。那好办啊，那就让梁伟在你爸妈这附近买套房。我爸妈这附近5公里的房子，没有单价低于10万的，更没有平米数小于300的，就凭他家。茵茵啊，别太任性了，你工作还在咱们那边呢，好歹也是读过书的独立女性，难道真打算一辈子回家啃老吗？传出去多难听啊！这有什么关系？我和他爸到现在还没退休，还在拼命挣钱，就是为了能让女儿有老可以啃。我巴不得他这辈子都不要去上班，就留在我们身边吃现成的。行了，话都说到这儿了，老孟，你请便吧。亲家，我们先在外面吃点，今儿就不打扰了，改天再来拜访。
茵茵，你跟爸妈交个底儿，是不是真的铁了心要离婚？当初为了要跟他结婚，你跟我们可是又要死要活的，现在这说离，真就离了？这话倒让我想起跟孟良伟的相识。大学4年我都没谈恋爱，因为实在受不了舍友男朋友那种抠抠搜搜的样子，对恋爱完全没期待。我爸妈也常叮嘱我，恋爱要和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谈，才能觉出滋味，否则只剩下经济付出的博弈。我深以为然。我本着不想占人便宜，也不想被占便宜的心理，加上确实没遇到经济条件相当的追求者，就这么一路寡王到了硕士。就在快毕业的时候，我对隔壁院校的孟良伟一见钟情了。2个从没谈过恋爱的人，在那一刻突然就无师自通了。茵茵，哎，你想什么呢？好了，反正你离不离婚要自己思考清楚，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对，结婚的时候誓言说的惊天动地，如今也只剩下一地鸡毛了。当然离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孟良伟当时的嘴脸。当我以为回不来的时候，他表现出的那种幸灾乐祸，那绝对不是一个爱人该有的反应。因为爱而结合，自然就因为不爱而分开。千千万万个爱情故事里最普通的一种罢了。爸妈，放心吧，我是认真思考过的，我是真的决定了要离婚。亲家，我们来了。应该是最近大鱼大肉的吃多了，肠胃不舒服吧？不知道孟良伟他们又要搞什么幺蛾子。孟良伟他爸，这回一定要让周英回心转意。对，这回我们俩必须好好劝劝他。茵茵啊，我们全家刚才商量过了，你们小2口以后只有这1辆油车肯定是不行的，不方便。正好梁伟喜欢那个牌子电车，你们金华站也有 4S 店，咱们待会儿啊直接去提了开走就行。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这买车的钱嘛，就得麻烦茵茵爸爸出一下啦。毕竟那车空间大，以后带孩子出门方便，也是为了孩子好嘛。亲家母，你在自说自话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给你儿子买车了？这是疯了吗？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了？你女儿都怀孕了，还打算在这儿拿捏我儿子呢？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这辆车你们家要是不买，他俩这日子就真的没必要过下去了。哼！我天啊！不过就是看我恶心呕吐了一下，居然能脑补出这么一出大戏！你给我闭嘴！别说我女儿没怀孕，就算她真的怀了，我也绝不会让她留着。为你们这样的人家生儿育女，简直会成为她一生的耻辱！滚！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不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刚刚进门的时候，我看你们缩头缩脑，跟个孙子似的，是准备开口道歉的吧？结果倒好，一看到我女儿呕吐，立马就抖起来当大爷了。这变脸的速度，唱戏的都赶不上你们哇！我真的挺佩服你们的，脑子转的是真快啊！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连给自己儿子捞一辆车的剧本都编好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她没怀孕吗？没啊，我就是一打开门，看到恶心的人想吐而已。行，离就离。既然要过不下去了，那咱们就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清楚。来，你说说看，你们有什么财产需要分割的？天啊，我以前怎么会看得上这种人啊？彩礼和嫁妆既然是婚后给的，那就是婚后财产得平分。还有，周英今天提的那辆新车是用我们共同财产买的，这部分钱他也得按比例 A 出来。至于我们平时的工资水平差不多，我就大度点，这个就不跟你算了。老孟，你要是提出把彩礼还给你，我们家也许嫌麻烦也就答应了。可我女儿在你们家过了2年苦日子，怎么临了你们家还想从我这倒赚一笔呢？苦日子？谁过苦日子了？
他在我们家那可是衣来伸手，饭来伤口，家务活什么也不干，这叫哪门子苦日子？就你们家那个每天2菜1汤供4个人吃的寒碜样，怎么就不叫苦日子？我女儿在大学食堂吃的都没这么寒碜。孟良伟，当初你追我女儿的时候，要是没装的那么像样，就凭你这条件，你觉得你能沾得上我女儿的边儿吗？周音，这么说，这钱你是不打算拿出来了？孟良伟，你算盘打得挺响，但我为什么要拿出来？那是我的婚前财产。婚前？周音，我妈那28.8万明明是在咱们领了证之后才打给你的，那是婚后共同财产。是你爸妈确实是磨磨蹭蹭拖了2个多月才给，但我的嫁妆是那天2家刚在饭桌上谈好彩礼金额，我爸妈一下桌就直接打到我账户上了。你要真想按这个逻辑算，行啊，那彩礼确实算共同财产，但我的嫁妆跟你孟家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你得问你爸妈了。梁伟，是这样啊？那你们为什么对我不是这么说的？你说周音拿了我们家多的彩礼，就要乖乖的做我们家的媳妇儿啊？滚吧，滚吧！别在这儿浪费我们全家的时间了。滚吧！有什么话你们尽管去法院起诉，只要法官判我们赔1分钱，我就给1分钱，绝不二话。但现在赶紧从我眼前消失！哎呀，亲家，话不能这么说嘛，咱们2家人有话好好说，都是亲戚，没必要闹到法庭上去，多难看啊！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女儿不想跟你家孟良伟过了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直接打电话了。看看除夕刚过，帽子叔叔管不管你们这私闯民宅的事儿？我数到3，是你们自己走，还是我请警察来抬你们走？我们走吧。你也听爸的，赶紧跟他离，一刻都别耽误。这种人家越早摆脱越好，沾上他们这种吸血鬼，够你以后受的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决心跟孟良伟离婚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看清了孟良伟的嘴脸了。好，那28.8万的彩礼，咱们1分不留，全打回去给他。咱们家不欠他们的，爸不要那点钱，爸只要能把我闺女安安生生的接回来。爸妈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，无论我做什么决定，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。不过就是一次识人不清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周一，你有这么好的家人，已经很幸福了。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结婚都2年了还要退彩礼的，这孟良伟一家也太过分了，简直刷新了我对无耻这2个字的认知。舅舅，你就当拿钱消灾了，以后都遇不到这种人了。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。舅舅，既然律师都这么说了，就拿钱解决吧。以后跟孟良伟他们家再也没有瓜葛了。行了，在孩子面前能不能注意点素质？茵茵还在这儿坐着呢，回头被你带坏了，也跟着学这些粗话，
像什么样子？我这不是急眼了吗？已经快30岁的我，还能被爸妈、舅舅、舅妈这样当成孩子一样呵护着，被他们完整的、坚定的爱着，真的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。我到底还在追求什么真爱万岁呢？现在我才明白，再也没有人会像他们这样心无旁骛的爱我了。我苦苦追寻的幸福，其实一直就在身边。这份爱会在我最关键的时候撑起我，让我勇往直前，绝不回头。爸妈、舅舅舅妈，我想好了。茵茵，你想好什么了？我答应他们退彩礼，退50%，也就是14万4千块。不过，这钱得等办完离婚证之后，由我亲自给他们送过去。我要让他们孟家好好的风光一下，让他们知道我不是软柿子，好欺负的。所谓的反击，从来不是歇斯底里，而是从容不迫地拿出底气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，不再被不值得的人消耗。行，茵茵，只要你心里有数，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对，咱们全家都支持你，放手去干，出了事舅舅给你顶着。好的，舅舅，我知道了。茵茵，我哟，你这衣服买来都好几千块一件吧，就这么扔了呀？多可惜呀！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现在日子过得挺红火的。至于孟良伟离了我之后过得怎么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来，离开我的这1-2个月，他过得并不如意。以前在家里，所有事情我都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他从来不用操心琐事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装口的日子。孟良伟，物业费该交了。没有了我，他的生活彻底乱了套。我看这日子到底是谁过不红火？冷死我了，这个怎么弄啊？听说他因为不知道暖气费要预周，家里停暖好几天，大冬天的冻得够呛。3000块，你确定没看错？周音，家里的暖气是不是坏了？为什么1个月要3000块钱？你以前是怎么交的？没有坏，是我每年都预交1万块在里面，
所以你以前才不用交费。周一，你这只是万千琐事里不值一提的一件。我的价值可不只是照顾他的起居，在工作上我独当一面，他遇到困难时我也能出谋划策。而现在没有了我，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生活的不易。周一，以前的那些美好，难道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？我们在一起那些开心的日子你都忘了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做一点点让步呢？只要你现在点头愿意回来，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。像以前一样。那些所谓的美好，早就被他一次次的自私和冷漠消耗殆尽。孟良伟，难道我第一年、第二年不回家过年，不是对你的让步吗？是你在得寸进尺，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我的底线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快签字吧，不然等我反悔了，那一半的彩礼，你可能就1分钱也拿不到了。他大概是真的很想要回那14万4千块钱，也可能是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。拿到协议的那一刻，我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压在心头多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了地。我终于可以摆脱孟良伟一家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。孟先生，你看看，这里面可有你喜欢的类型。李阿姨，照片我都看了，条件不错的都可以见见。后来我去收拾最后一批东西，才知道孟良伟已经迫不及待开始相亲了。他大概觉得以他的条件，能随手找个比我更好的。不过，这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的退彩礼大戏也该开场了。周女士，您确定要把这14万4千块钱全部换成5块和10块的零钱？确定，一定要换成这种又多又厚又不容易清点的。我早就计划好了，要给孟良伟一家送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孟良伟，等着吧，你要的彩礼来了，这回也该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回旋炮扎到自己身上了。说起这彩礼，还有个讽刺的小插曲。亲家，8万8真的就是我们那儿封顶的彩礼了，再多我们家是真的掏不起了，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更多了。双倍陪嫁。哎呦，其实18万8也不是不行，为了孩子们，我们回去再凑一凑，肯定能凑出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初我一定是猪油蒙了心，居然会相信他们家的鬼话。这下他应该可以好好风光一下了。
就这样。师傅，全程录好，一个镜头不要漏掉。按照我给你的路线开，跟当年他接亲的路线一模一样，咱们原路返回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周小姐，你放心吧。这是啥情况啊？阵仗这么大。如果当时能从那一件事看清他们家的人品，何必又蹉跎这2年时光？孟良伟，惊喜来了！孟良伟退彩礼专车，孟良伟退彩礼专车。这是哪个渣男又不干人事了？这女生简直太飒了！要不了多久，这彩礼退还专用车应该在当地小有名气了吧？喂，周音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网上那些视频是不是你弄的？你赶紧把那破车给我开走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！急什么？我只是按照我们的约定，把那1半彩礼退还给你而已。你别急，我马上就到你们小区门口了。想得美！什么情况？孟家怎么？周音，你给我下！你是周音呐？哟，孟大拿，你儿子不是结婚2年了吗？这怎么还退上彩礼了？哎呀，还是这种退还专用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跟我们讲讲呗。哎呀，这就是孟家，你看那当妈的，看着就不是啥好人。可不是嘛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李老少，这可真是您见宰相了。孟先生年轻有为，长得又帅。老天爷呀！我真不知道他们家这么奇葩。你们听我说，回头我一定拎着重礼上门给你们家赔罪。这婚咱们可千万不能结，赶紧走！哎，别走！周音呢？他人在哪儿？周小姐没来，你们离婚协议里只说要还款，又没说要本人亲自来。这是周小姐让我转交给你的彩礼，快数吧，清点完我还要赶时间走。车是租来的，计时的，时间超过了你得付钱。看着他一张一张的数着那些零钱，手指都在发抖，我心里挺高兴的。这大概就是恶有恶报吧。周爷，你居然做的这么绝，你个毒妇！
我想起了当年放学回家的日子，但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。好了，我的好生活也正好开始了。数清了吱声，没工夫等。你个窝囊废！好好的媳妇让你给作没了，现在还让人骑在脖子上羞辱我们老孟家的脸都被你丢干净了。当初我就说让你顺着他点，不就是回娘家过个年吗？你非要耍那种阴损的小聪明，故意买什么候补票，还封人家打车账号。现在好了，婚离了，面子没了，人家周英开着新车，风光无限，你呢？你就攥着这一堆零钱，在这里丢人现眼，滚！你给我滚！你张张的竟然每天的为了做就冤屈！怪我，现在全怪我了！当初是谁年年拦着她不让她回娘家过年的？是谁口口声声说她是长媳不能缺席，必须守咱们家的规矩？是谁看周一娘家有钱，就整天想着怎么攥住她拿捏好处，连人家买件衣服买个包你都要指手画脚。现在人走了，你倒想起把锅全甩我身上了。还有，当初订婚你说8万8是最高彩礼，一听人家双倍陪嫁，你立马逼着我改口18万8，这都是谁教我的？你怎么不想想你平时是怎么对她的？天天嫌她吃的多，不会干活，早上6点就把她喊起来做饭。周英在娘家那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她凭什么要在咱们家受这种气？现在有，我告诉你了，别的不要管了，这都是偷油你干身子，你个没有看的，他又没有款，你个反死反！吵什么吵？架都散了，还有脸吵？你也别光在这骂儿子，你那点小心眼谁不知道？天天算计着周一那点嫁妆，嫌他买东西贵，嫌他不贴补家里。人家嫁过来是跟你过日子的，不是来当你家保姆的。当初婚宴上答应的好好的，各回各家，结果转头就反悔，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，要不是你逼得太狠，他能铁了心要离婚？我算计这么多是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给你儿子多攒点钱买房。谁知道周一那个丫头这么硬气，说离就离，还弄出这种阵仗。现在好了，整个小区都在看我笑话，让我以后怎么抬得起头？以后谁还敢给梁伟介绍对象？刚才媒婆刚带姑娘进门，就撞见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，亲事直接黄了。这损失谁负责？你负责啊！黄了也是你自己作的。当初我跟周英商量买车，他想选30万的油车，你非要让我选50万的电车，说为了撑场面，结果呢，一直谈不拢。现在人家自己提了车，咱们连个屁都没捞着。还有大年初6去他家，你见他吐了一口，就想当然以为人家怀孕了，狮子大开口让他爸买电车。妈，就你当时那副贪婪的嘴脸，谁看了不恶心？也难怪他铁了心要跟我断干净。当初我就说这门亲事不妥，周英那孩子看着温柔，骨子里有股倔劲儿，咱们家根本就配不上人家。你偏不听，非觉得人家娘家有钱能沾光。现在好了，光没沾着，倒惹了一身骚，我在老同事面前都快抬不起头了。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儿子？他都30多岁了，离了婚就是个二婚，以后再找媳妇儿该有多难？你当老子的倒好，现在在这说这种风凉话。难也是他自找的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孝子？还不都是你害的？哎呀，就是这家，听说为了不让儿媳妇回家过年，连打车账号都给封了，真缺德啊！这个曾经打着如意算盘的家，终究因为自己的贪婪和自私，落得个鸡犬不宁的下场。而这一切，不过是他们咎由自取罢了。